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索哥 Special 第2期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直接从网络上读取数据，并利用 Plotly 制作成一个动态的疫情扩散地图。我们要学习制作下面2种地图。第一个是以州为单位的美国疫情扩散地图。第二个是精细到郡的疫情扩散地图。我们这里使用的是《纽约时报》在 GitHub 上面公开的美国地区的疫情数据。这里有按照日期排列的美国总确诊人数和死亡病例，也有每个州的数据，甚至还有精确到每个郡的数据。这里由于郡级别的数据量太大，无法直接在网站上显示，我们打开 RAW， 也就是原始文件，可以看到里面是美国每个郡截止到每一天的确诊和死亡人数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有一列数据 FIPS， 全称 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， 即联邦信息处理标准，它给每个郡一个唯一的编号，后面我们会用到。另外，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网址其实指向一个 CSV 文件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Pandas Data Frame 来读取。好，我们先来讲如何做出州级别的气泡图动画。这里大部分内容在 Special 第1期已经讲过了，所以很多地方我就不再赘述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去看一下上一次的视频。我们先在桌面创建一个 Python 文件，导入 Pandas 和 Plotly 下的 Express 包。我们找到 usstates.csv 这个文件的网址。注意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原始文件的地址，不能是 GitHub 显示表格的网址。把网址复制下来。然后用 read CSV 函数来读取文件。read CSV 函数可以直接读在线文件，很强大。我们输出一下，没有问题。这里有一点比较麻烦的是，纽约时报给的文件里面州的名字是全名，但是我们要用到的 scattergeo 函数只能接收州的2位字母缩写。比如说加州全名是 California， 但是这里作为参数只能使用缩写 CA， 所以这里我先随便在网上搞到一个表格，它列出来了所有州的全名和对应的缩写。我们把它读进来。它的第一列叫 State Name， 代表州的全名；第2列叫 To Letter， 代表州的缩写。然后我们给 COVID-19 的 Data Frame 加一列，就叫 State Code， 初始化为 State， 也就是州的全名。然后我们写一个循环，检索每一个州的名字。虽然索哥没有正式讲过如何在 Python 中实现循环，但是这里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种非常常用的方法，就是 for I in range n， 它实现了 I 从0到n-1的循环。注意循环内的代码要缩进一个 tab， 循环结束后回到缩进前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调用 replace 函数，把 state code 这一列下州的全称替换成缩写。replace 函数的2个输入参数分别是要被替换的值和替换后的值。这里帮大家回顾一下 lock 函数的作用是取出 data frame index 等于 I 的一行。好，我们输出一下 df， 可以看到多了一列 state code， 下面是州名的缩写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scattergeo 函数来制作动画了。函数全貌就是这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。生成的是这样一张美国地图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时间轴，我们可以让它播放，也可以手动拖动时间轴。然后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函数输入。我们传入 df， locations 传入州的缩写， location mode 选 USA states， 颜色用确诊人数来表示，并且设置一个连续的颜色表 continuous scale。注意这里跟上一期 Special 不一样，在上一期颜色是国家名，所以要用离散的 discrete 颜色表。动态标签的标题我们就用州名。气泡的大小我们也用确诊人数，最大值设为80。把死亡人数添加到动态标签里面，并设置一个标题。视角范围 Scope 设置为 USA。
截止到这里都是我们 Special 第1期里面讲过的内容，但是注意，上一期我们只有1天的数据，所以不能做成动画。但是现在我们的数据里有每1天的数据，所以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关键字 Animation Frame， 并把 Date 这一列传入，这样它就会自动的根据日期来生成动画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如何画俊级别的等直线图。还是一样，先创建一个文件，并导入 pandas 和 plotly.express。为了实现这种地图，我们需要下载一个包含美国所有郡的地理信息的文件。为此，我们需要进行如下操作：我们先从 urllib.request 导入 urlopen 函数，用于打开一个网址。因为这个在线文件是 JSON 格式，我们还需要导入 JSON 这个包。JSON 全称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，JavaScript 对象简谱，是一种数据的文本格式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了解一下。然后我们调用 urlopen 函数打开这个在线文件 GeoJSON counties fips 点 JSON。这个文件包含了美国所有郡的地理信息。把打开的网址定义为 response， 然后调用 JSON 点 load 函数把 response 里面的信息都读出来。看一下结果，其实它就是一种特殊的字符串，把数据按照一定的格式写下来。这些操作有点复杂，但是这里我们暂时不需要对这些函数深入了解，你只需要按照这个流程读取这个文件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找到纽约时报的数据地址，用 read CSV 来读取。注意，这里我们告诉函数在读取 fips 这一列的时候，把它当作字符串，而不是数字，防止它丢掉可能出现在数字开头的0。我们给数据添加一列 text 等于郡的名字，逗号加州名，后面会用作标签的标题。输出一下，就是这样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画图了。最终的函数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调用 figure 点 show 来运行程序。画图需要挺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细节。函数名称 Choropleth Mapbox 就是等直线地图的意思。输入参数是 data frame，locations 是 fips， 即用 fips 来确定一行数据的地理位置。同时，我们需要把刚才下载的 JSON 文件传递给参数 GeoJSON， 这样它可以获得郡的地理信息。用颜色代表确诊人数，并且选择一个颜色表。我们设置一下 range color， 也就是颜色表的上下限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大于等于这个上限的值都用颜色表最上面的颜色来表示，反过来也是一样。Mapbox style 就是地图的样式。Plotly 网站上列举了可以选择的样式，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地图。动态标签的标题就用我们前面生成的 text， 把死亡人数添加到标签里面。Center 是生成的地图的中心位置所在的经纬度，默认好像是0纬度和0经度。Zoom 代表缩放倍数，我们把它设置成 2.5。如果不设置的话，视线范围会很小，差不多一个州的视角。我们设置一下标题，并且跟前面画气泡图一样，我们设置 animation frame 等于 date。这里我们调用了 figure 对象的 update layout 函数来设置 color bar， 也就是颜色条。我们需要设置 color axis color bar， 并且传递2个参数。第一个是 tick values， 表示颜色条的刻度位置。第二个是 tick text， 表示这些刻度对应的文本。因为我们前面设置了颜色表范围是0到250，所以我们在250这里人为设置一个刻度，并且写上一个大于250。图画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右边颜色条的刻度跟我们设置的一样。我们可以播放一下这个动画，效果就是这样。把鼠标放在地图上，可以查看每个郡的具体信息。可以看到3月下旬开始，疫情在美国迅速传播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足够细心，你会发现视频开头的疫情扩散动画
和我后面展示的 Plotly 自动生成的动画是不太一样的。下一期索哥 Special 我会教大家如何利用循环把每一天的地图独立画出来，并且使用 iMovie 把图片做成动画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先花一点时间来学习对数据处理十分重要的包 DateTime， 它包含很多对时间和日期操作的函数，而且和 NumPy 兼容，非常方便。我们会在正片单独做一期视频详细的来讲。好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另外，欢迎大家给我点个关注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